各位网络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，请各位回想一下，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大半夜睡得正香甜，做着美梦，突然之间小腿肚像是被人狠狠踹了一脚，或者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拿着老虎钳，死命地扭转你的肌肉，整个人痛到像是触电一样，瞬间从梦中惊醒。那种痛，真的是所谓的痛入骨髓，让你抱着腿在床上打滚，冷汗直流，想喊都喊不出声。等好不容易缓过劲来，揉一揉腿，喝口水，你是不是心里想着，哎呀，大概是最近太累了，或者是年纪大了缺钙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然后又倒头继续睡。如果此时此刻荧幕前的你心里正是这样想的，那么请务必重视起来，因为这个忍一下就好的观念如果不改，很可能会让你错过身体发出的致命警讯。在中医的看法里，身体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疼痛，每一次的抽筋都是身体内部阴阳气血失调在向你求救。甚至在西医的急诊室里，我们也看过太多因为忽视腿部抽筋，最后被诊断出严重血管堵塞，甚至引发肺栓塞而危及生命的例子。我们常常说，人老腿先老，很多中老年朋友大概60岁上下，甚至更年轻一点，就开始出现这种半夜脚抽筋的情况。在医学上，我们称之为夜间腿部痉挛，这在老人家身上发生比例非常高，据说超过1/3的长辈都有这个困扰。但是很多人把它当成是老化的必然现象，觉得这就是老人病，没办法治，只能受着。陈医师今天要非常郑重地告诉大家，这绝对不是必须默默忍受的苦难，这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生理机制，甚至是严重的循环系统危机。首先，我们要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帮大家彻底拆解这个健康地雷。我们会详细剖析造成腿抽筋的6大真凶，教大家5招在生活中就能做到的预防秘诀，还有万一抽筋发作时能够立刻缓解剧痛的4个救命步骤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会告诉大家哪5种情况是身体的红色警报，必须立刻就医。我们先来聊聊好端端的睡觉为什么会抽筋。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大家普遍的第一反应就是缺钙。确实，钙离子的缺乏是原因之一，但这只是冰山一角。如果我们把人体比作一台精密的仪器，抽筋其实是这台仪器的电路系统或者液压系统出了问题。第一个常见的原因，我们称之为肌肉的过度疲劳与虚损，这经常发生在很多刚退休想要积极锻炼身体，或者是突然心血来潮去劳动的朋友身上。比如说平时都在家看电视、散步，运动量不大，突然有一天为了陪孙子去游乐园或者是大扫除，走了一整天的路，做了超出平常负荷好几倍的运动量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睡一觉可能就恢复了，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的气血已经不如年轻时那么旺盛。中医讲脾主肌肉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脾胃功能下降，肌肉的濡养能力变差。当你过度使用这些逐渐老化、肌耐力下降的肌肉时，肌肉在高强度的运作下会消耗大量的津液和气血，并且堆积大量的乳酸和代谢废物。到了晚上睡觉时，肌肉想要放松修复，但因为累积的废物太多，气血供应不上，神经传导就会出现异常，引发肌肉不自主的强力收缩。这就好比一条橡皮筋，你把它拉得太紧太久，它失去弹性了，甚至会突然反弹。所以运动是好事，但一定要循序渐进，讲究中庸之道，过犹不及。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人都忽略的，睡眠姿势与环境寒湿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很多长辈喜欢侧睡，整个人像虾米一样蜷缩起来，觉得这样最有安全感，最保暖。或者在冬天的时候盖那种很厚重的传统大棉被。大家试想一下，当你蜷缩着睡，或者后棉被重重地压在你的脚背上时，你的脚掌是处于一个向下压的状态，
这就相当于你整晚都在做一个垫脚尖的动作，你的小腿肌肉，也就是腓肠肌，整晚都处在收缩紧绷的状态下。这种紧绷状态持续几个小时，一旦到了凌晨，也就是中医所说的阴气最盛的时候，气温降低，人体阳气内敛，血液循环变慢。这时候如果寒气入侵，寒主收引，肌肉稍微一受刺激，马上就会痉挛。中医常说寒湿阻络，如果你睡觉时脚部受凉，寒邪凝滞在经络里，气血不通，不通则痛。这也是为什么冬天半夜抽筋的案例特别多的原因。第三个原因是津液不足与电解质失衡，这是我们体内环境的问题。我们的肌肉要收缩和放松，需要依赖像钙、镁、钾、钠这些电解质作为传导信号的媒介，它们就像是控制肌肉开关的微弱电流。中医讲肝藏血，主筋，筋就是我们的肌腱和韧带，肝血充足，筋脉才能得到濡养，才会柔软有弹性。如果肝血不足或者津液亏损，筋脉就会变得干枯僵硬，容易痉挛。如果您白天水喝得不够，或者因为夏天天气热流汗多，甚至是因为怕半夜频尿而不敢喝水，身体就会处于脱水状态。一旦脱水，血液变浓稠，电解质浓度失衡，肌肉的控制系统就会短路。很多因为抽筋困扰的长辈，一问之下，一天喝水量连1000毫升都不到。这里我要特别呼吁各位长辈，千万不要因为怕上厕所就不喝水，那是因噎废食。比起半夜上厕所，血管堵塞和肌肉痉挛的风险要可怕得多。水是生命之源，也是血液流动的载体，没有水，气血怎么运行呢？第四个原因是肝肾亏虚与神经老化，这是不可抗拒的生理现象，也是中医非常重视的体质问题。过了60岁，我们身体的肌肉量会逐年流失，也就是所谓的肌少症。同时，连接肌肉的神经传导速度也会变慢，神经的反应会变得比较敏感且不稳定。中医认为，肾主骨生髓，随着年纪增长，肾经逐渐亏虚，骨髓和神经系统的滋养就不够了。这就好比家里的电线老化了，绝缘皮破损了，稍微碰到一下就容易漏电走火。老化的神经更容易出现异常放电，就算只是翻个身或者冷气稍微强一点，这种微小的刺激在年轻时没事，但现在就会引发肌肉的过度反应。所以频繁的抽筋也是身体在提醒我们，肝肾阴虚了，需要更细心的保养精血了。第五个原因，必须要严肃对待，就是气滞血瘀导致的循环障碍。特别是本身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或者长期抽烟的朋友，这些慢性病会导致血管硬化、管腔变窄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周边动脉阻塞疾病。当腿部的血液循环不顺畅，肌肉组织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养分供应，它就会抗议，而抗议的方式就是抽筋和疼痛。在中医看来，这就叫久病必瘀，淤血组织在脉络里，心血生不出来，旧血去不掉，经脉失养。这种抽筋通常不只是晚上发生，严重的时候白天走路走久了也会痛，这就叫做间歇性跛行。如果您发现自己不仅晚上抽筋，连白天走路都容易腿酸腿痛，走不动路，那就要高度怀疑是血管堵塞的问题了。第六个原因是药物的副作用。很多长辈因为慢性病的关系，每天都要吃一大把药。虽然药物是为了治病，但是药三分毒，某些药物确实会增加抽筋的风险。最常见的就是降血压药里的利尿剂，它会加速水分和电解质的排出，导致体内缺钾、缺镁。还有降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，虽然能降血脂，但部分患者会出现肌肉疼痛和痉挛的副作用。如果您发现自从换了新药或者调整了剂量之后，抽筋变得很频繁，请一定要在回诊时告诉您的主治医师，千万不要自己擅自停药，那是很危险的。一定要由专业医生来评估是否换药，或者配合中药来调理。
以减轻西药的副作用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明白抽筋的原因有多复杂了吧？它绝不仅仅是缺钙那么简单，而是气血、经络、脏腑、神经、血管多方面的综合反应。既然知道了原因，我们要怎么预防呢？陈医师这里有五帖结合了中医智慧的生活良方，不用花大钱，只要你愿意做，持之以恒，效果非常显著。第一帖良方，调整睡眠环境与姿势，顺应生理。请各位试着改变一下习惯，尽量让双腿放松伸直，或者膝盖只有微弯。为了避免脚板下垂，大家可以在脚踝下方垫一个小枕头，或者是把毛巾折叠起来垫着。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：第一，让脚踝的位置比心脏稍微高一点点，利用重力帮助腿部的血液回流心脏，减轻静脉压力，这叫顺水推舟。第二，避免脚板被压住。另外，如果您的棉被真的很重，建议换成轻软的羽绒被或蚕丝被，减少对脚背的压迫。同时要注意腿部的保暖，夏天吹冷气不要对着脚吹，冬天可以穿一双宽松的睡眠袜，保护好我们的三阴交穴位，避免寒气从脚底入侵。第二，贴良方，睡前5分钟拉筋导引，这非常关键。就像车子开了一整天要熄火前要保养一样，我们的筋骨也需要归位。中医讲筋长1寸，寿延10年，拉筋可以疏通经络。我推荐3个简单的动作，大家今晚就可以试试看。第一个动作叫弓箭步推墙，双手扶墙，前脚弯曲，后脚伸直，脚跟踩死地板。你会感觉到后脚小腿肚有被拉开的酸爽感，维持30秒换边。这个动作主要拉伸的是足太阳膀胱经，这条经络主一身之表，拉开它能振奋阳气。第二个是坐姿拉脚尖，坐在床上，腿伸直，用手勾住脚尖往身体方向拉，如果拉不到可以用毛巾套住脚底拉。第三个是躺在床上做的脚踝帮浦运动，就是转动你的脚脖子，顺时针10圈，逆时针10圈，再做脚背上下勾踩的动作。这一套做下来，能有效拉伸紧绷的肌肉，促进气血运行，把堆积的病理产物代谢掉。第三贴良方，补足肌肉的燃料，调和阴阳，也就是水分和电解质。建议各位长辈每天的喝水量至少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。我知道大家怕夜尿，所以策略是白天多喝，晚餐后少喝，但睡前1小时可以抿几口温水，不要让身体干烧整晚。至于电解质，不需要特别去买昂贵的保健品，食补最好，要补不如食补。香蕉富含钾离子，中医认为甘味能缓急，也就是缓解痉挛。深绿色蔬菜像菠菜、地瓜叶富含镁，牛奶、坚果、黑芝麻富含钙质，这些都是富含钙、镁、钾的天然宝库。特别是黑芝麻，在中医里是补肝肾佳品，肝肾足则筋骨强。建议大家可以每天适量摄取这些食物，滋养阴液，柔润经脉。第4帖良方，动静结合，拒绝久坐不动，流水不腐，户枢不堵。如果你整天坐着看电视、打麻将，下半身的血液循环一定会变差，气滞血瘀就在所难免。我建议大家每坐1个小时就要起来走动5分钟，如果不方便走动，就在座位上做踮脚尖的运动，脚跟抬起，放下，再抬起，放下。这个动作可以收缩腓肠肌，让它变成第2心脏，把血液用力打回上半身。这对预防静脉曲张和夜间抽筋都非常有效。而且踮脚尖这个动作在中医里还可以刺激足少阴肾经，有补肾气的功效，可谓一举两得。第5帖良方，定期检视药物清单，中西互参。这点刚才提过，但我必须再强调一次，这需要您和您的医师、药师配合。特别是如果您同时在看好几科的医生，一定要把所有的药单拿出来给医生看，
避免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，加重了电解质流失。如果西药副作用明显，不妨寻求专业中医师的协助，透过中药调理脾胃肝肾，往往能缓解这些不适。好了，预防的方法我们要坚持做，但万一病魔还是找上门，半夜突然抽筋了，该怎么办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惊慌失措，缩成一团不敢动，那是错的。陈医师教大家4步急救法，请大家务必记在脑海里，关键时刻能少受很多罪。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反向拉伸，以柔克刚。抽筋是因为肌肉过度收缩变短了，我们要慢慢的、温柔的把它拉长，把腿伸直，用手抓住脚趾，慢慢往身体方向搬。如果手够不到，就起身面对墙壁，脚掌平贴墙根，身体前倾。记住，动作要慢，千万不能快，太快反而会拉伤肌肉纤维。这就好比解开缠绕的绳子，越急越乱，要顺着劲慢慢解。第2步，温和按摩，疏通气血。当剧痛稍微缓解，肌肉不再硬得像石头时，用手掌从脚踝往膝盖的方向由下往上推按，这能帮助血液回流。可以重点按揉小腿肚中间的部位，力道适中，以感到温热舒适为准。按摩可以帮助紧绷的肌肉纤维松开，让气血重新灌注进去。第3步，按压承山穴，这是一个中医的特效止痛穴位。它在哪呢？大家踮起脚尖，小腿肚后面会呈现一个人字形的纹路，在这个人字纹的凹陷顶点就是承山穴。承山顾名思义，就是承受一座山的压力，它是膀胱经上的大穴，用大拇指用力按压下去，会有很强烈的酸胀感。按压3秒，放松1秒，连续做5次。这个穴位能直接作用于腓肠肌，对于缓解痉挛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如果方便的话，还可以配合按压膝盖外侧下方的阳陵泉穴，这是筋之会穴，专治一切筋病。第4步，热敷善后，温经散寒。疼痛缓解后，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敷袋敷在小腿上10到15分钟。温热的感觉可以让肌肉彻底的放松下来，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，把剩下的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也带走。这在中医叫温通经络。但这里要特别注意，温度不能太高，千万不要烫伤皮肤。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，末梢神经感觉比较迟钝，更要小心，用你的手背去测试一下温度，感觉温暖舒服就可以了。讲了这么多预防和急救的方法，最后陈医师要给大家划重点，这也是今天的核心，关乎生死的部分。哪5种情况是在告诉你，这不只是单纯的抽筋，而是要命的疾病信号。出现这5种情况，请立刻马上就医，甚至要去挂急诊。危险信号1，单侧腿部红，肿热痛。如果你的腿不止抽筋，还莫名其妙肿起来，摸起来发烫，皮肤泛红，这极有可能是深层静脉栓塞，也就是说你的血管里已经形成了血块。请记住，这时候绝对不要乱按摩，因为按摩可能会把血块挤掉。这个血块如果剥落，顺着血流跑到肺部，就会造成肺栓塞，那是会瞬间致命的。所以特别是平常就经常腿抽筋的人，如果突然发现腿肿起来了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警讯，一定要马上就医。危险信号2，抽筋后疼痛僵硬，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。一般的肌肉抽筋，在经过伸展和按摩之后，大概10到20分钟内，肌肉就应该要恢复正常了。但是如果过了好几个小时，甚至到隔天，你的腿还是觉得很痛、很僵硬，走路都不太舒服，这可能代表问题不单纯，有可能是肌肉本身有严重的拉伤，甚至是神经或血管出了大问题。危险信号3，整条腿变得苍白冰凉，而且感觉变得很迟钝。你用手去摸抽筋的那条腿，感觉比另外一条腿冰很多，像摸到冰块一样，而且腿部的感觉变得很麻木，甚至摸不到脚背上的脉搏跳动，这可能是腿部的动脉血液循环突然被完全堵死了。
是急性动脉栓塞的征兆。动脉是负责把带有氧气的血液送到我们肢体的，如果动脉被堵住了，肌肉和组织就会缺氧坏死，这是非常紧急的状况，严重的话可能需要截肢。危险信号是抽筋的同时还感觉到呼吸困难或是胸口疼痛，这一点绝对不能开玩笑。如果在腿抽筋发作的当下或是之后不久，你突然觉得呼吸很喘，吸不到气，或是胸口感觉闷闷痛痛的，还会咳血，这很有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腿部的血栓已经跑到肺里面，造成了肺栓塞。这是死亡率非常高的急症，一刻都不能等，立刻拨打急救电话。危险信号5，抽筋变得非常频繁，而且腿部开始没有力气，甚至有麻木的感觉。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觉得腿很容易发软，不听使唤，或是腿部的某些区域感觉麻麻的，好像隔了一层东西一样，甚至伴随大小便功能的异常。这有可能是我们腰部的脊椎神经被压迫到了，像是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或是脊椎管狭窄。这种情况需要做更详细的影像学检查来确诊，及早发现，及早治疗，才不会让神经的压迫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导致瘫痪的风险。各位网络上的好朋友，身体是肉做的，不是铁打的，它给我们的每一个信号都有它的意义。痛就是不通，痛就是求救。今天陈医师苦口婆心聊了这么多，就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些知识真正听进去，转化成保护自己的力量。不要再觉得抽筋只是小事，觉得忍一忍就是美德。面对健康，我们不需要忍耐，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认知和积极的行动。古人说上工治未病，最好的医生是教你如何不生病，通过改善睡眠姿势，注意保暖，合理饮食，适度拉筋，我们完全可以避开这些痛苦，甚至预防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。如果您觉得今天分享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帮陈医师按个赞，并且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，特别是家里的长辈，多一份了解，就少一份遗憾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，拥有健康的双腿，我们才能走更长远的路，看更美的风景，享受更美好的晚年生活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见。